如果我而家拎一個蘋果出嚟俾你睇，然後問你呢個蘋果係咩顏色嘅呢？相信你會毫無猶豫咁答紅色。但係點解你可以咁肯定嘅呢？呢個紅色究竟係蘋果本身擁有嘅性質啦，定係蘋果俾你望嗰一刻呢，呢個紅色先至忽然間出現嘅呢？嗱，你可能會話個蘋果一直都係紅色噶啦，個個見到都會話係紅色嘅，點會係我望住嗰一刻呢先至變咗做紅色啫？嗱，但係如果我用另外一個方法去問你，如果呢個世界冇任何人、冇任何動物，甚至冇任何一種可以感受光線嘅生命存在，呢個蘋果嘅紅色仲存唔存在呢？紅色係物件嘅本質啊，定只係觀察者嘅主觀經驗呢？嗱，呢條問題聽落好似我喺度故弄玄虛咁啊，但係其實我哋可以考慮另一個咧科學一啲嘅問題嘅。你試下想像下，將呢個蘋果放喺唔同嘅光線底下，究竟呢一個蘋果嘅顏色係咪都一樣嘅呢？嗱，如果你將個蘋果放喺陽光底下呢，佢好可能係會呈現鮮紅色嘅顏色俾你睇到嘅。但係如果你放喺偏黃嘅燈光底下呢，佢又會變咗橙紅色喎。如果你用一盞藍燈去照住佢呢，個蘋果咧甚至可能睇落咧會似似地黑色嘅。嗱，蘋果本身冇換過，改變嘅只係光源啫。但係我哋已經睇到唔同嘅顏色啦，所以你仲會唔會認為紅色係一種完全客觀、固定存在喺蘋果入邊嘅性質呢？咁如果紅色唔係存在喺蘋果入面，究竟顏色係咩嚟嘅呢？大家好啊，我係江啟明，歡迎收睇學識睇世界。嗱，今集咧想同大家講解下咧一個可能大家日常都會見到嘅現象啦，但係未必會認真諗清楚嘅問題啊，就係究竟顏色係咩嚟嘅呢？嗱，我哋呢一集咧會由光學啦講到去視覺同埋大腦咧係點樣樣去製造呢一種顏色嘅感覺俾我哋嘅。嗱，睇完呢一集之後咧，希望大家除咗對光學增加咗認識之外咧，亦可以重新思考下。究竟我哋所睇到嘅世界呢，同埋客觀嘅物質世界，其實係有啲咩唔同嘅呢？要明白咩係顏色，我哋首先呢就要知道光究竟係咩嘢。嗱，物理學裏邊所講嘅光呢，本質上呢其實係電磁輻射嚟嘅，亦即係呢一種以波動嘅形式傳播嘅電磁場變化。電磁輻射咧包含好多我哋熟悉嘅種類嘅，由波長較長嘅無線電波啦、微波啦、紅外線，一直到可見光，再去到波長較短嘅紫外線、X 光同埋伽馬射線等等。佢哋其實都屬於同一個電磁波譜裏邊嘅，主要分別咧只係波長唔同嘅啫。如果喺真空入邊咧，呢啲電磁波咧都係會以光速去傳播嘅。咁點解我哋只係會見到電磁波譜裏邊嘅其中一小段，即係我哋所講嘅紅橙黃綠青藍紫嘅呢一段嘅可見光呢？嗱，原因就唔係宇宙將呢一段嘅電磁波咧特別標記出嚟話啊，呢一段咧就叫做可見光，而係咧人類嘅眼睛只係會對呢一段嘅波長範圍咧產生有效嘅反應。嗱，換句話講咧，可見咧就唔係獨立擁有嘅性質嚟嘅，佢描述緊咧係某一段電磁波同人類視覺系統之間嘅關係。對人類嚟講咧，睇唔到嘅紫外線，其實對蜜蜂呢啲其他動物咧，可以係非常之重要嘅視覺資訊嚟嘅。對我哋完全睇唔到嘅紅外線咧，亦都可以俾紅外線相機探測到，再轉換成為熒幕上邊可以睇得到嘅圖像嚟嘅。嗱，所以講到呢度呢，我哋首先就要搞清楚一樣嘢啊，就係當我哋去睇呢個世界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都不知不覺呢係人為咁呢，將呢個世界每一樣嘢反射出嚟嘅電磁波長呢，就人為咁淨係揀嗰一段呢，然後去代表晒佢所有嘅一切。其實就算係可見光呢一段嘅電磁波呢，都唔係咁簡單嘅。譬如我哋平時會話陽光係白光啦，但係白光咧就並唔係一種單一波長嘅光嚟嘅，佢包含咗好多唔同波長嘅光，只係混合埋一齊之後咧，人類就會睇到變成白色啫。當陽光照落去一個蘋果嘅表面嘅時候咧，就會同蘋果表面嘅分子互動啦。部分嘅波長咧會被吸收，部分咧就會反射出嚟，
亦可能咧有啲會散開，甚至有啲電磁波咧會穿過咗個蘋果嘅。蘋果表面嘅色素同微觀結構咧，係會令到佢對唔同波長有唔同嘅吸收同反射比例嘅。實際反射入眼睛嘅光譜咧，就同時取決於蘋果嘅反射率同埋光源本身啦。一個一般俾我哋稱為紅色嘅蘋果咧，通常就會反射較為多，能夠引起人類紅色經驗嘅光，同時咧佢就會吸收較多其他嘅波長嘅。呢啲反射光咧進入咗我哋嘅眼睛咧，先至成為視覺系統處理嘅材料。但係要留意啊，進入眼睛嘅光咧就並唔係淨係取決於蘋果本身嘅，亦都係取決於最初照落去嘅光源本身有冇包含到邊一啲波長嘅。例如如果個光源本身咧係冇乜對應住紅色嘅電磁波長嘅光嘅話咧，就算蘋果表面有能力反射呢啲波長都好咧，佢亦都反射唔到出嚟嘅。所以喺藍色燈光底下咧，一個紅蘋果咧睇落就會好暗啦。所以亦都即係話咧，我哋所睇到嘅顏色咧，其實首先本身咧都已經係視乎光源啦，同埋物件本身咧，佢兩者之間互動嘅結果嚟嘅，就並唔能夠話咧物件咧就有客觀獨立於光源同埋獨立於觀察者嘅一種顏色嘅。嗱，不過呢啲咧都仲係客觀嘅層面。我哋其實係可以好精確咁樣去量度光源嘅光譜啊、物件嘅反射率啊，以及最後進入眼睛嘅光譜嘅。但係儀器量度到咧都係波長啊、強度啊、能量呢啲層面嘅啫。儀器係唔會喺蘋果嘅表面上邊咧揾到一種咧叫做紅色嘅感覺嘅物質嘅。我哋平時講紅色嘅光啊、綠光啊或者藍光咧，容易俾人以為咧顏色本身咧就黐咗喺電磁波上邊嘅，但係更加準確嘅講法咧係某一類嘅光譜咧進入咗正常人類視覺系統之後咧，通常就會產生某一種顏色嘅經驗。嗱，波長咧就係物理嘅描述，但係顏色咧就係我哋嘅感官經驗，兩者咧係可以有穩定嘅關係，但係並唔係同一樣嘢嚟嘅。究竟我哋嘅眼睛咧係會點樣處理佢接收到嘅呢啲唔同波長嘅電磁輻射嘅呢？嗱，當光線進入眼睛咧，其實會首先經過眼角膜啦，同埋晶狀體嘅，最後咧就會聚焦喺視網膜上邊啦。視網膜入邊咧就有兩類主要嘅感光細胞嘅，分別係視杆細胞同埋視錐細胞。嗱，視杆細胞咧就對於微弱光線咧就比較敏感嘅，令到我哋可以喺昏暗嘅環境入邊咧都依然睇到物件大概嘅形狀同埋喐動。不過呢啲視杆細胞咧就唔太適合分辨精細嘅顏色嘅，而視錐細胞咧就主要喺光線較為充足嘅環境咧就發揮作用啦，令我哋咧可以睇到細節嘅顏色啦。一般人類咧就有三類嘅視錐細胞，通常咧就叫做 S、M 同 L 嘅。嗱，S 咧就即係 short， 對應住較短嘅波長咧，佢就會相對敏感嘅。M 咧就係 medium， 就對應住中等嘅波長。L 咧就係 long， 就對應住較長嘅波長。嗱，不過咧就唔好將佢哋簡化理解為咧就係藍色、綠色同紅色嘅探測器啊。因為每一類視錐細胞咧，其實佢哋感應嘅波長範圍咧，其實都幾闊下嘅，會互相重疊嘅。同一束光咧，通常會同時刺激多過一類嘅視錐，只係刺激嘅比例唔同嘅啫。我哋嘅視覺系統咧，就會比較呢三類視錐細胞嘅相對反應咧，再經過腦部多層嘅神經處理，先至會形成我哋所經驗到嘅顏色。嗱，所以眼睛咧就唔係喺光線上邊讀到一個紅色嘅標籤啊，顏色咧係喺視覺系統比較咗多組信號之後咧，建立出嚟嘅結果嚟嘅。某一段波長較長嘅光咧，之所以可以令到人哋見到紅色咧，係因為佢喺人類嘅視覺系統入邊產生咗某種特定嘅反應。如果另外一種生物咧有唔同數量或者唔同敏感範圍嘅感光細胞嘅話咧，同一束光對佢嚟講咧，就未必會形成同人類一樣嘅顏色經驗啦。所以顏色咧就唔只要考慮光線同埋物件本身嘅，仲要考慮嘅咧就係觀察者本身嘅視覺系統。
嗱，明白咗視覺系統之後咧，我哋就可以解釋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啊！兩束物理上完全唔同嘅光咧，其實都可以令到人咧見到同一隻顏色嘅。最常見嘅例子咧就係電腦同電話上邊嘅熒光幕啦。熒幕上邊咧就主要由紅、藍、綠呢三種發光嘅單元組成嘅，但係咧佢就可以令到我哋見到咧千變萬化嘅顏色。例如熒幕咧，如果要顯示黃色嘅話咧，其實佢只需要同時顯示紅色同綠色嘅光咧就可以噶啦。但係自然界咧，其實亦都有一種單一黃色波長嘅光嘅，所以如果你用光譜儀去量度嘅話咧，紅綠混合嘅光咧，同黃色呢種光嘅物理成分咧，明明係完全唔同嘅，但係我哋咧都可以睇成為兩者咧都係一樣嘅顏色，就係黃色啦。嗱，雖然呢兩種光咧，其實喺物理層面咧，佢哋嘅光譜係唔同嘅，但係咧佢哋卻可以令到咧我哋三種嘅視錐細胞咧產生相似嘅反應比例。當視錐細胞咧送出佢嘅信號俾大腦去接收之後咧，大腦係冇足夠嘅資料咧去分辨呢兩種光噶啦。嗱，呢種現象咧就叫做同色異譜，英文就係 metamerism。人類視覺咧，其實係冇將外界嘅完整光譜咧原封不動咁樣咧送入我哋嘅大腦嘅，而係咧佢係將複雜資料壓縮成為幾組嘅神經信號去處理嘅。所以咧，當我哋人類見到兩隻完全一樣嘅顏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唔能夠確保到咧佢喺物理層面上邊咧，其實係咪真係一模一樣嘅物理構成嘅。再講講另外一個有趣嘅現象啦。嗱，有一隻顏色咧就叫 magenta，中文咧可以叫做土紅色或者洋紅色。如果你用30鏡咧將白光分開嘅話咧，我哋就會見到我哋熟悉嘅紅、橙、黃、綠、青、藍、紫呢啲顏色啦。但係你會發覺咧喺入邊咧你係揾唔到洋紅色嘅，因為洋紅色咧係一種非光譜色，佢係冇單一波長咧係直接對應嘅。當長波長同埋短波長呢啲嘅光咧，同時刺激視覺系統嘅話咧，而中間波長又缺少嘅話咧，大腦咧就會產生呢一種獨特嘅洋紅色經驗啦。嗱，頭先就講咗物理上邊完全唔同嘅光譜咧，都可以被睇成為同一隻顏色啦。不過咧，就算入到嚟大腦嘅光譜咧，都仲有可能會被調節嘅。嗱，例如一張白紙咧，喺日光下邊同埋喺偏黃嘅燈光下邊咧，佢反射入嚟我哋眼睛嘅光譜咧，其實係會有差別嘅。但係通常咧，我哋喺兩種情況底下咧，都會感受到兩張咧都係白色嘅紙嘅。原因咧係大腦唔止被動咁樣接收呢啲物件反射出嚟嘅光嘅信號，佢亦會參考周圍環境啊、背景啊、陰影啊，同埋佢估計嘅光源。嗱，大腦咧係會估計光源造成咗幾多影響，再嘗試去推斷物件本身咧比較穩定嘅反射特性，先至係我哋最終感受到嘅顏色。大腦嘅呢種能力咧，我哋就叫做色彩恆常性。如果冇咗呢種能力嘅話咧，太陽一落山咧，我哋就會見到啲物件咧，好似慢慢變顏色咁樣樣噶啦。相反咧，我哋實際上見到嘅顏色咧，其實係較為穩定嘅。有賴嘅咧就係呢一種能力啦。嗱，幾年前咧，網上就有一張非常出名嘅群相啊。有啲人咧就睇到白色同金色，而另一批人咧就堅持條裙咧係藍色同黑色嘅。大家睇緊嘅咧係同一張相，而熒幕上邊嘅像素咧又明顯係完全相同嘅。但係由於張相咧係冇清楚交代到光源咧，唔同人睇嘅時候，大腦對於光源咧就有唔同嘅判斷，最後咧就形成咗兩種差異好大嘅顏色經驗啦。嗱，由呢啲例子你可以見到啊，我哋就並唔係被動咁樣接收顏色嘅。大腦其實一直係利用有限嘅光線資料咧，配合環境嘅線索，去推斷眼前物件咧最可能究竟應該係屬於乜嘢顏色，然後就令到我哋感受到嗰種顏色啦。嗱，如果顏色咧係取決於感光細胞同埋神經系統嘅判斷嘅話咧，咁擁有唔同視覺系統嘅接收者咧，自然唔會係經驗到完全相同嘅顏色世界啦。頭先都講過啦，
人類咧一般係有3類嘅視錐細胞，而每個人對於唔同波長嘅敏感程度同顏色嘅判別能力咧，亦都可能係有細微嘅差異嘅。其他嘅動物就更加唔使講啦，嗰個差異咧就只會更加大。嗱，例如狗咧就主要有2類嘅視錐細胞嘅啫，所以佢分辨顏色嘅能力咧就同人類咧或者會好唔同嘅。而蜜蜂咧頭先都講過啦，佢係可以感應到紫外線嘅，所以一朵好普通嘅花咧喺人類眼前咧，對於蜜蜂嚟講咧，或者佢會構成到一種好鮮豔、好吸引嘅顏色都未定嘅。而部分嘅雀鳥咧係有4類嘅視錐細胞嘅。佢係可以分辨到一啲咧人類視覺冇辦法分別嘅光譜差異。嗱，所以同一個花園咧，因應住唔同嘅觀察者嘅感官系統咧，佢係形成到一種好唔同嘅視覺經驗嘅。咁究竟我哋點樣先至可以知道物件嘅真正嘅顏色呢？嗱，其實呢條問題本身咧都係有一啲問題嘅，因為頭先你聽到呢度嘅話咧，你應該就會發覺其實冇一樣物件嘅顏色咧係可以完全獨立於觀察者嘅。其實物理世界提供嘅咧係光線、波長同物件反射特性呢啲，顏色咧就係物理嘅呢啲資料咧，俾某一套嘅視覺系統接收之後處理咗出嚟嘅經驗。所以人類睇到嘅顏色咧，就並唔係宇宙唯一可能嘅版本啊！我哋見到嘅咧，只係世界經過人類視覺同大腦嘅處理之後嘅其中一種可能嘅面貌。嗱，或者你會覺得咧，嗱，我哋唔好理究竟其他動物點樣去睇到、經驗到呢個世界先啦。總之，我哋人類睇到嘅呢一種顏色就係呢一樣嘢嘅屬性啦。嗱，事實係咪咁呢？你肯唔肯定我睇到嘅顏色同你睇到嘅顏色真係一模一樣呢？嗱，我哋可以測試下兩個人點樣配對啊、分類啊，或者分辨一啲顏色嘅，亦都可以研究下佢哋嘅視錐細胞同埋腦部活動嘅。但係問題係咧，呢啲全部都係外部觀察所得到嘅資料嚟嘅。我可以知道你呢個蘋果咧，你就會話啊，呢個係紅色嘅，但係我係冇辦法直接進入你嘅意識咧，去經驗一下你所經驗到嘅紅色究竟係咪我所經驗到嘅紅色。嗱，你試下想像一下以下呢一個思想實驗啦。假設有一個人好特別嘅，佢喺白光環境底下見到嘅紅色物件所產生嘅嗰種感受咧，同一般人係唔同嘅。佢會感受到一般人見到嘅綠色嘅呢種感受。但係因為佢由細到大接受教育嘅時候咧，人哋都會指住隻蘋果話嗰一隻顏色咧係紅色，指住塊樹葉嘅時候嗰隻色咧就係綠色。咁所以佢就算感受到我哋所感受叫做綠色嘅顏色都好咧，佢都會叫做紅色嘅。嗱，透過呢個思想實驗咧，你再細心啲諗下，其實我哋係冇辦法判斷到咧，大家內在嘅顏色感受咧，有冇可能係調轉咗，甚至完全唔同嘅？人類嘅神經系統咧，儘管係高度相似，我哋係有充分嘅理由相信咧，照計大家嘅顏色感受咧，應該係好相似嘅。但係其實呢個咧，只係好合理嘅推論嚟嘅啫。我哋係冇辦法咧，將兩個人嘅第一身感受咧，直接放埋一齊去比較嘅。哲學家咧就會用 qualia，即係感質，去形容呢種主觀經驗，去對比就係物質層面嘅外在世界。嗱，紅色嘅紅感啊，咖啡嘅苦味啊，痛楚嘅痛感啊，呢啲咧全部都係喺主觀經驗嘅常見例子嚟嘅。嗱，換句話說咧，現時嘅科學咧，最多都只能夠係描述究竟我哋嘅大腦咧係點樣處理外在接收翻嚟嘅光，但係咧我哋係冇辦法知道咧，就係究竟你所經驗嘅顏色，例如紅色嘅呢種感受咧，究竟同我所感受嘅咧係咪一樣嘅？嗱，哲學入邊咧，仲有一個好著名嘅思想實驗咧，就叫做 Mary's Room， 瑪麗嘅房間啊。嗱，想象下 Mary 咧，佢係一位研究顏色視覺嘅頂尖科學家啦。嗱，佢知道所有關於光線啊、物件反射啊、視錐細胞同埋神經系統嘅所有知識，甚至咧可以知道一個人見到紅色嘅時候，大腦每一個相關部分會發生乜嘢變化嘅。咁但係咧，Mary 就由一出世到開始咧，佢一直都生活喺一間只有黑白灰色嘅房間裏面。
佢知道所有關於紅色嘅科學知識，但係就從來冇親身見過紅色。有一日，Mary 咧就離開咗佢間房，第一次見到一個紅色嘅番茄。問題係喺嗰一刻，Mary 究竟有冇學到一啲新嘅嘢呢？嗱，我諗好多人呢都會覺得係有嘅。即係話咧，Mary 就算知道晒所有科學層面關於紅色嘅知識都好咧，包括係咩波長啊、神經嘅活動啊、大腦嘅機制呢一啲咧，但係到佢第一次睇到紅色嘅嗰一刻咧，佢先至會知道就係原來紅色咧就係呢種感覺啦咁樣樣。所以 Mary 房間提出嘅問題咧，其實就係 challenge 緊我哋究竟關於我哋可以知道嘅外在世界知識咧，同埋實際上內在嘅嗰種經驗咧，有冇可能真係同一件事呢？嗱，不過喺哲學上邊咧，頭先嘅呢個問題咧，其實都仲係好有爭議嘅。根本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對自己嘅意識究竟係咩回事咧，都仲係非常之唔清楚。嗱，有機會咧，我再同大家詳細講解下究竟我哋點樣理解意識。嗱，嚟到最後啦，我哋可以回答翻一開頭嘅嗰個問題：究竟顏色係咩嚟嘅呢？究竟佢係客觀存在啊，定係人類自己腦袋裏邊建構出嚟嘅嘢嚟嘅呢？相信大家睇完呢一集之後咧，都會知道就係紅色咧就並唔係蘋果所擁有嘅一種客觀性質，完全獨立於光源或者觀察者嘅。但如果話紅色咧係純粹人類自己幻想出嚟嘅咧，又似乎唔係好準確喎。因為蘋果嘅表面結構啊、反射特性、光源嘅成分、人類嘅視覺系統等等嘅呢啲嘅知識咧，都似乎係客觀而且穩定嘅。所以比較穩陣嘅講法咧，就係我哋相信顏色係具有一種關係性嘅現象啊。佢唔係單獨存在喺物件、光線或者大腦嘅是但一部分，而係由三者互動之下產生出嚟嘅。顏色都可以係真實嘅，但係佢就唔係單獨咁樣存在，而係由觀察者同被觀察物互動產生出嚟嘅結果。嗱，希望下一次當你見到一個紅蘋果嘅時候咧，你仲可以記得，嗱，你見到嘅紅色咧就並唔係屬於呢一個蘋果，亦都唔係淨係屬於你，而係由你同呢個蘋果咧喺呢一個時空裏邊互相碰撞之後所產生出嚟嘅結果。嗱，今集學識睇世界講到呢度啊！如果大家喜歡今集內容嘅話咧，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同埋成為學識嘅會員，支持我哋拍攝更多高質嘅影片。我哋下次再講其他嘅話題。